好了，各位，今天的直播呢，我们必须讲这一集直播，我准备了2个月，从上一次做诈骗集团到现在，大概整整60到90天吧，因为实在花太久的时间，我自己也都忘记。但为什么要做这么久？因为有很多资料要一直收集，一直收集。那为什么要一直收集？是因为本地中华民国台湾的诈骗集团呢，肯定是全世界最厉害。所以，我们所有在台湾看到的趋势呢，你接下来要隔个1年到1年半，你才会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看到。所以，不管你是在哪个地方使用哪一种语言，你只要看得懂我们今天的内容，我跟你讲，一定可以学习。台湾最精锐的人几乎都在做诈骗，为什么？因为钱多，收入高，风险低。今天的定场诗先给各位说一遍：勤恳半生攒老本，一夕成空债满身。左手掏进棺材本，右手推他做鬼心。银丝未必陶罗网，悲惨偏能换主兵。莫问高堂何以堕，先看是谁撤了人。各位事务所的同学晚安啊，我是朱学恒，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这里是万事通事务所。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呢，9900亿诈骗产业链银法逐篇，诈骗集团一手吸血，一手吸收，你爸妈被收割2次呢。我们会讲到综合技术、赖永年、马斯洛需求层次、高龄车手、诉诸更高原则。各位同学准备好了吗？我们准备要开始了。各位，我们先把上一集的结论搬出来，因为已经好久好久以前了。先跟各位讲，今天这一集呢是大概快90天之前的续集。我们上一集讲的是台湾诈骗产业，我给各位算过一笔很清楚的数据，政府公布的台湾的诈骗报案财损大概是950亿新台币，只含台湾哦。但是各位，报案的只是冰山一角，为什么？因为很丢人嘛。为什么丢人？是因为你一辈子活了这么久，你在你的家人、你的子女面前是一个威严无比的长辈，结果有一招你被人家骗，你怎么好意思说？你怎么好意思去跟人家讲？你怎么好意思搞这种事？你讲不出口。报案的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角啊，保守估计呢，大概就是1/10，这比任何其他的种类的犯罪的黑数都要高。因为诈骗这种东西的黑数是超比例的黑数，你想想看，一个70岁的长辈被一个假装是联合国军官的网络情人骗走3000万，你要他怎么跟子女讲，怎么跟儿子开口？他宁可把这一个问题带进棺材，也不报案。所以实际的产值，本台用1:10的换算方法来换算啊，逼近9900亿啊！我跟你讲，这是我们的推估，我们用1:10的黑数在算的，官方没有这个数字啊。官方能确定的是，在台湾报案的财损呢，是950亿。那我们回推算一算，就9900亿吧。那我们会告诉你到底怎么算出来的，然后你就会知道，你自己来判断我们算的合不合理嘛，对不对？你自己来判断一下我们合不合理啊？来，我要讲清楚，因为这集我们要骂就是制造假象啊，所以我自己没有要造假，而且这个造假是什么？我能拿奖金吗？我晚餐多加一个鸡腿嘛？9900亿是什么概念？你看我后面这个图就知道了。
台湾2026年的国防预算啊，我们用北约模式去算是9495亿，占 GDP 的3.32%，创历史新高。换句话说，台湾花9000多亿养军队、买飞弹、造潜舰，保护2300万人，结果同一年在台湾有一个产业不需要飞弹，不需要战机，不需要什么全世界民主同盟跟你合作。只需要一只手机加一句谎言，就赚走差不多一样多的钱。这个产业摧毁的不是台湾的领土，是台湾人跟台湾人之间的信任。我跟你讲，这真心这样子。我前一阵子去一家银行办了一个数位 APP， 干我光收简讯，我收了妈快10封就是我今天要在他银行里面用他的提款卡办了一个数位的 APP， 我收了10封的手机确认信，而且还要绑手机，还要告诉你最好人脸辨识，而且你的密码最好要2个数字或2个英文数字。干哪有这么复杂？以前没有这么复杂吧？我都可以接受你要 Know Your Client 叫 KYC。但是你把这个系统弄到这么复杂，你不要说诈骗集团不会弄了，连我都不会用我在里面跟个白痴一样，到处在问说，你说可以这样子，那后来怎么样呢？他说可以这样子，我按没有接下来的东西那这个我要开一个外币账户，我是要怎么开呢？看，真是很蠢，我都觉得很丢人。柜台的小姐跟我讲说，好，没关系，我应该可以，我自己去。干跑去ATM 机器。按来按去，完全迷路，你知道？迷路了之后，我又找那个你知道，现在有那种银行小帮手，就是那种年轻的行员可能还没办法做柜台，他会在那边跑来跑去问你怎么样。我说是这个样子看，然后我这边按到时间久到，他不好意思，他又跑过来，他说：“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吗？”我才不想跟他讲，我干什么机器，什么软体没运作过，我现在还会用 AI 写程式，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申办然后跑完之后，等到我走出门，铁门都拉下来，你知道过3点半那我大概2点半、2点左右到银行，搞到铁门拉下来受不了。我现在还是没有信用卡，我还是只有一张签账卡，所以我现在呢，手机会不停的传简讯，而且有些签账卡算了，不要再多讲，就是一个非常极其之麻烦的转账跟申请。全世界大概最复杂可能就是台湾，为什么？因为台湾诈骗集团最多。好，我接下来再讲。我们在上一集遥远的过去讲的是年轻人为什么争相投入诈骗产业。今天这一集，我们把镜头转到一个更黑暗的角落——银发族。各位注意听我接下来这个比喻是今天整集的骨架，你可能都没有想到，台湾竟然先进到这个程度了。诈骗产业对你爸妈是张开双手欢迎的。还有什么？朱大没有被认出来吗？认出来要干嘛？报警是吧？我不会申请那个数位账户跟数位外币，干你认出来又怎么样？报警吗？我跟你讲，就变很难那所以诈骗集团有2只手，一只手伸进你爸妈的口袋，把他们这一辈子省吃俭用的棺材本掏出来，这只手叫吸血。另外一个要说的是，你这只手，你各位都听到，你听到最表面的就是爱情诈骗假投资假检警假检察官。我看那个前一阵子，我看那个韩剧什么《模范计程车》，我想说，看你们在讲这个东西，台湾早就先进你3、4、5、6年了。什么检察官要求你东转让西转让，干早就开始用了。方国安，我刚来听到现在听不懂你主题在说什么，不会去看说明栏都讲这么清楚了，如果讲这么清楚你还听不懂，你小心会变成诈骗集团的目标来，
还没完，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很多媒体没有碰过的第二只手，就是诈骗集团骗了你爸妈之后，会搭在你爸妈肩膀上笑眯眯说：“阿伯，你退休在家没事做哦，你刚被骗了，我们赶快再帮你把这个钱赚回来，赶快帮我们去诱捕这些坏人，你帮忙跑跑腿啊，或者收收包裹，日薪很好哦。”然后把你爸妈又推进诈骗产业链，变成车手，这手叫做吸收。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件事情的恐怖？同一个长辈，这个产业可以收割他2次。第一次收割，他是受害者，失去是金钱；第二次收割，他是加害者，失去的是自由跟清白呀。而且最狠的是，诈骗集团看上长辈那些特质是同一组特质。长辈有退休金，比较孤独，容易相信人，跟不上资讯，所以是完美的猎物。但长辈也很好控制，不会执意指令，外表看起来无害，被抓了法官还会同情，说我看70几岁了，还来当车手，真可怜。所以也是完美的工具，搞不好还可以再用一次。同一组特质的两面，让你的爸妈，让我们的长辈在诈骗产业眼里面是一块可以啃2次的肉。在听直播的各位啊，这就是今天的主题啊。我们没有时间陪家人，但是诈骗集团用双手拥抱他们，一只手吸血，另外一只手吸收。我们把这个内容详详细细的分析给你看，看完之后，你会知道怎么保护你们家的长辈，你会知道怎么跟他们多相处。我先讲结论，不要让你听了半天之后觉得我在骂你。你们家的长辈会落进这双手，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他笨，而是因为他身边那个本来应该陪他的人不在。这句话伤人了，但是这是真的。我们今天会一路讲到这。来，接下来要讲了，你看到没有？我们的诈骗产业已经比国防预算要多啦。那这个要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呀。我顺便讲一下，我们本台所带货的东西，基本上很多就剩1到2个礼拜了。第一个芒果，芒果的产季大概就剩最后1周，所以就像我们的投票一样，如果你还没有买，如果你还没有下单的话，赶快下单；如果你已经下单的话，趁最后一波赶快下了，这样你可以一路吃到7月中或是8月。那然后我们那个烤玉米啊，那个 Landy Lin 说订到了很开心，一整天上班都没有白费的那个烤玉米啊，也快卖完了，剩下来几组而已，请各位有空的时候多下单，因为时间快到。好了，来，接下来这一章呢，我们先把这个产业的规模定死。我特别再跟你强调林浩马说老人被骗当车手，第一次听到新闻都没报道，因为我在收集这个资料啊，我在北监的时候就有遇过这样子的人啊，干嘛明明就是一个老头，为什么是诈骗集团被做？你其他不要讲哦，他已经不是老头了，他妈他连走路都不会了，他大小便失禁，结果他还是被判车手，已经被关在北监了，然后还要去出庭呢。你说新闻没看到？我亲身经历过，那个人连话都不会讲了，瘦的，我这样讲，为什么我可以告诉你有这件事情？谢谢陈奕秀的抖内，因为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一个人可以瘦到8块腹肌，瘦到8块腹肌。那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体脂肪全部都消失了。他已经不会走路，已经没有意识，跟他讲话的干，但他还是要出庭，因为他是车手。那你说这种连话都不会讲、路都不会走的人，为什么是车手呢？等一下再跟你讲。我等一下要讲的所有故事啊，阿嬷、爸爸、老兵，你心里都要有一个底，这不是零星的个案，这是一个产值快要1兆的产业。我们先讲官方数字啊。官方数字是165打诈仪表板，2025年全台湾的诈骗报案财损
大概是900亿上下。各位注意，这是报案的，而且这是限台湾内部，这是限台湾内部。为什么我说实际产值是9900亿，差10倍呢？各位，这就是诈骗这个产业最阴险的地方，它的黑数大到你无法想象。我给各位打个比方啊，诈骗的报案率就像你家厨房看到一只蟑螂，专家都跟你讲，你看到一只墙壁里面就有100只，被骗人里面愿意报案的人是极少数。为什么不报案？你换个位置想一下，你今天70岁，辛苦了一辈子，被一个网络上假情人骗走800万，你会打电话报警吗？你第一个念头是不能让我儿子知道，不能让邻居知道，不能让我厝边代表知道，因为很丢人。所以报案的950亿是羞耻感被压在水面下之后，难得有跑出来那一点点人。水面下的黑数更庞大，更看不见。我们把这个黑数回推回去，推估这个产业的产值大概超过9500亿，甚至逼近9900亿。他都大小便失禁了，什么叫跟你讲有一个车手梦？妈路都不会走了，好不好？那个时候是每天早上那个病舍的舍友要喂他吃粥，然后要帮他洗澡，然后帮他穿尿布，然后他还要出庭，因为车手，检察官还要审，法官还要判。来，所以这个9900亿是我们的推估，但是我认为还蛮合理的，而且一定更多。这不是官方数字，但是各位连官方都承认黑数很大的时候，我们估算方法是公开告诉各位，你自己判断9900亿到底有多大，你自己看一看。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他妈比本国的国防预算还要多还要多好不好？这个是怎么样？这个诈骗产业没有子弹，没有飞弹，没有 AI 啊，不对，他们现在开始用 AI 了。他全部的武器就是一只手机跟一套话术，然后他每天在做事情是把这个国家里面最没有防备能力的一群人，你爸妈、你阿公阿嬷当成提款机。各位，为什么我说诈骗产业已经是台湾的内部国安问题？你不要担心什么抗中保台，对啊，还没打过来，我们自己内部有一个跟国防预算一样大的产业在啃食这个社会的信任基础。好，一个社会最宝贵的资产是什么？是信任，是你接到一通电话愿意相信对方，是你看到一个投资机会愿意相信他，是你在网络上认识一个人愿意相信他。诈骗产业每赚1块钱，就是在烧掉这个社会1块钱的信任。9900亿烧下去，烧到最后是一个人人自危，谁都不敢相信谁的台湾呐。而在这一场无情的野火当中，最惨就是银发族。你知道，不是只有台湾而已，不是只有我那边瞎鸡巴讲，你自己看。美国 FBI 2005年的报告，这是全球的银色海啸。方国安，你是不是没读书？你以为台湾那么多诈骗产业在骗谁？台湾有诈骗犯送到对岸去之后被判死刑的，你知不知道？因为他骗老人，把他的银行卡骗光了，最后那个老人在银行门口上吊。孩子，你没读书，不要出来丢人现眼。你以为受害人只有台湾吗？我告诉你，不是，这些诈骗集团全世界跑啊，他妈还有跑到阿布达比去的啊，他还有在台湾模仿武警在骗对岸的老人的。你以为没有？你他妈是你笨。每次都要这样，你如果真的很笨，回家去读书，回家去读书，不要在这边彰显你到底有多笨。我这个人最恨人笨而不自知。算了，不多讲，
这个讲也没用，我不是你爸妈，我他妈还教你嘞。来，所以美国 FBI 2025年的数据啊，60岁以上的美国人一年被诈骗了77亿美金，4舍5入变78亿，超过12400个老人，单笔损失就破10万美金。各位，这是全世界的诈骗产业集体发现的同一块新大陆，叫银发族。所以你看，我们说的9900亿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啊，它是一个产业的胃口。这个胃口现在张开了，对准的是你家里那2个最不该被伤害的人，但你没有时间陪他们，他们就会面对这样子的危机呀。然后来啦，更麻烦是，方国安你就不用再多问了，我不用做过车手，我他妈很多同学他妈就是诈骗的车手。你笨，你蠢，回家去被诈骗集团骗，我救不了你。我告诉你，车手比你想的要多太多了，多到北监可能有1/10以上都是诈骗集团的车手。你这么笨，你还没有资格当车手来，我们先讲第一只手吸血，这手各位最熟悉。这只手各位最熟悉，新闻天天演。但我今天要讲的不是又有老人被骗这种你听过就忘了版本，我要给你看的是诈骗集团专门为银发族设置的客制化菜单。刚刚这位网友以他的这种程度，马上就会上钩，说，对，太好，我投资可以赚30%，太好了。所以啊，各位在听直播的同学，你要知道，诈骗集团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产业，它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它不是随便乱枪打鸟，它对银发族有专属菜单。这个银发族菜单上面4道主菜：爱情诈骗、假投资、假检警、ETC 罚单跟假包裹，每一道都是针对长辈的心理弱点精准设计的。就像刚那位网友说：“哈，怎么可能？没有这回事！我这么聪明，我了不起！”我一看他的发言，我就知道这是个老人。老人最忌讳的就是不跟着时代变化。哇靠妈！我家外面开始下大雨了，不跟着时代改变，而他吃定了你，容易被骗，容易被吓，容易被害。来，第一道菜是什么？看这雨很大，我怕水喷到我床上，我要先去把窗户关掉。妈，果然喷进来啦，真的很烦好，又回来啦。来，我们先讲第一道菜是爱情诈骗。你不要说吗？怎么会有人被骗？我跟你讲，很多老人家很孤独的，这道菜是专门对付孤独啊。法国去年全年芒果进口总量57万吨，今年台湾有多少输去法国呢？400多公斤。但是党多厉害，400多公斤宣传的好像是450万吨一样。但是如果你懂得读资料，你就算了，这个别多讲。因为我有法国朋友特别问我，有那么多芒果，为什么我买不到呢？我刚才讲说，妈，你当买不到啊？全法国进个470公斤而已。好，等等的，我们不要再与党为敌，别这样。我们要乖乖的相信，台湾有很多芒果卖到法国去，整条产业链上面大家都赚钱，好吧？顺便讲一下，我们卖的那个屏东狮子乡的芒果，一箱就是6公斤470公斤大概就是哇。70箱左右，
好，也就是你跟那个我们带货订的那个芒果，你订了70箱，你就比今年法国进口的台湾芒果还要多啦！谢谢你，法国人。好，不管，我们继续往下走，我们继续往下走啊！因为我在算嘛，妈干这个470公斤实在太少了，我他妈一时间算不出来到底是多少箱啊！来，好，我跟你讲，一个丧偶，子女都不在身边的长辈，他内心最缺的是什么？嘘寒问暖，是陪伴，是有人在乎他。诈骗集团就派出一个假的外国军官、假的医生、假的工程师，每天干太生气，要有咳嗽。每天早安、午安、晚安，安安安安安安安，你做什么的？安安安，我最喜欢长辈了。我可能因为小时候很依赖爸爸，所以我最喜欢这种年长的人，长辈最棒了。他每天早安、午安、晚安，嘘寒问暖，比你儿子、女儿还亲。长辈好几十年没有被这样关心过，他整个人陷进去。等到感情建立好了，剧本就来了。亲爱的，我要寄一个包裹给你，里面是我的退休金跟给你的礼物，但是海关卡住了，你帮我付，你帮我。好，一级嘴炮技术是又来得罪人，他说那个是空运柜啦。好了，随便那个好还跟人家分柜嘞，来，不要多讲，不要得罪政府，好不好？海关卡住了，先帮我付一笔关税，好不好？一付就无底洞哦，干比妈川普还要厉害。我跟各位讲一个真实案例啊，新北市有个70几岁的阿嬷，在网络上认识一个自称是联合国军官的男人，名叫张伟。这个张伟跟他谈了一场长达4年的网络恋爱，4年哦，4年那个张伟每天在那边抠脚、挖鼻孔，但是天天嘘寒问暖。4年里面，阿嬷为了这个假军官，把房子卖了，借了高利贷，前后汇出去3000万，3000万哦，各位，最后怎么被发现的？怎么被阻止的？不是阿嬷自己醒了，是家人报的警。而且最让人听起来很难过的地方是，阿嬷根本不觉得自己被骗呐，她以为她的男朋友被绑架，她要去救他。各位，这就是吸血这只手最可怕的地方。他吸的不是钱，他吸走了一个长辈对这个世界最后的信任、感情跟判断。第二道菜，假投资。这道菜对付的是想给子女留点什么的心情。很多长辈想说，我退休金放银行也没有利息，如果能多赚一点，以后留给孙子。诈骗集团就会丢出一个假的投资群组，保证你年获利30%，然后又告诉说，你看，这就是从今年的股市各种各样赚，你赶快来赚呐！里面有老师带单，有一堆学员每天晒获利，那些学员全部都是假的，妈都是诈骗集团自己的人，搞不好一个群里面只有1个2个是诈骗受害者，其他都他妈自己人。那些学员每天都会说，哇，今天又赚好多，谢谢老师。还有学员讲说，我差不多可以退休啦，我要把所有的钱赎回来了。台北这也是真实故事。台北有一个富人呢，收到信箱里面一张绿能投资的传单，跟对方在超商面谈，1年之内分批投进去多少钱？分批投进去9000万，9000万哦，各位，我这辈子可能还没赚9000万呢。他分批投进去9000万。还有更惨的，台北一个67岁已经有失智症的张父，被骗去投资什么生机，生活的生，基础的基，这个是灵骨塔位。
将近4年呐、将近4年，而且这些人真的很会养，他超会养，他就一直养，一直养，被骗了8000多万。第3道菜假检警，这道菜对付的是长辈对公权力的敬畏。一通电话打过来，我是台北地检署朱检察官，你的账户涉及洗钱案，现在要监管你的存款。长辈一辈子奉公守法，听到检察官3个字腿都软了，乖乖的把钱交出去。哎，你其他不要讲啊，我不知道是前任还是现任，本国中华民国的 NCC 的主委他妈就中过这种诈骗案，厉害了吧？第四道菜，ETC 罚单跟假包裹，这是新的做法，专门对付有开车有网购的长辈。一封简讯说您有一笔 ETC 过路费未缴，或者是您的包裹地址有误，请点击连结更新。点下去，你的个资跟钱就没有啦。在听直播的各位，你发现了吗？这4道菜没有1道菜是随便的。爱情诈骗打孤独，假投资打对子女的爱，假检警打守法的敬畏，假包裹打日常的习惯。诈骗集团比你还了解你爸妈的心，这就是第一只手吸血，他精准，他专业，他把你爸妈研究的透透彻彻的。而这只手吸完之后，你以为结束了吗？没有，他发现因为长辈不服输，因为长辈觉得还有机会，所以还可以再骗一次，帅了吧？还可以再骗一次哦。姓马的民众不会被骗这种小钱，姓马的民众会指控以前的部属是诈骗犯洗钱，却不知道自己可能整个跟着一起被抓进去。好啦，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下一段哦，各位，这个很妙，很多网友不知道，但我告诉你为什么我知道。小弟好歹蹲过北监，妈，我身边一堆人搞这个东西的呢。来看这个数字，精不精彩，开不开心？高龄车手这个还只算到2024年哦，从2023年哦到2024年，60岁以上的车手，从2023年的108万增加到2024年的108位，增加到2024年的1260位。然后总被起诉的车手从2023年的8516人增加到2024年呢，还是2年前哦，39611人。看到没有？看到没有？高龄车手对，你以为吗？是假的？我告诉你，你菜得很呐、没有人比我更懂了啦！你不要再这样讲了啦，真心是这样。Mr. 阿卡塞尔说，之前朱大分享过一个案例，朱大坐多元计程车，印象中开 Lexus 300，他不是银行理专，他是银行高阶管理员退休，他被骗了几千万呐、连这种都会被骗，更何况是相对单纯的长辈。不过还是要支持9哥使用阿萨布鲁道具担任阿拉巴朱大活动，请各位网友别吝啬按赞、手机热推，有余力者烦请移驾至阿宅福利社选购精选商品，谢谢。哎，那个人真的让我开窍，结果我去了北监之后，我才发现，妈一堆这种人，而且现在基本上检察官就是宁可错杀不可放过。你说你是受害者，他管你，你只要有交钱，你只要有把金流在你手上经过，你一律变车手。来，我们把第2只手摊开来，
因为这只手大部分人没有注意过，可是这是新的趋势。我刚讲了，对不对？这个被起诉的诈骗车手大幅增加，高龄车手则是增加了10倍以上。今年2025跟2026年一定增加更多啊！你想象一下，你家那个退休在家含饴弄孙，看起来人畜无衰阿公阿嬷，正在以3年10倍的速度被吸进诈骗产业链，变成车手，他一辈子奉公守法，结果被人家骗去负责交钱、负责领包裹，干嘛最后变成阶下囚？几十岁的人变成阶下囚，又不是蔡正元博士，你心智没有那么强烈，没办法。我知道很多人听到车手，第一个反应是那是坏人啊，活该被抓。来，你先保留，你听到了活该被抓，你先保留放在心里面。我等下跟你讲一些故事，你就知道了。我讲3个人，这3个都是实际案例哦，不是我掰出来的哦。第一个，屏东一个，这都有新闻的，只是我孤影其名。屏东一个68岁的阿嬷，姓曾，她加入诈骗集团，流窜到各个县市去取款。她被警察逮到的时候，是拄着拐杖走进派出所。各位，拄着拐杖，你能想象吗？一个要拄拐杖才能走路的阿嬷，在替诈骗集团跑腿收钱啊！第二个故事，这都有新闻报道的。苗栗有一个87岁的老翁，姓黄，87岁，在一个假投资城乡手串的案子里面当面交的车手。87岁，这个年纪是很多家庭里面的曾爷爷了，搞不好他在替诈骗集团跑腿。我先告诉各位，这个68跟87岁的老翁，这个多半就是自己被诈骗，然后诈骗集团骗他说啊，没有问题，你只要帮忙去取款，帮忙卧底调查，我们就可以把那个钱抓到还给你。第3个故事，我讲慢一点。今天这一集我最想要让各位记住。台中一个63岁的男人姓吴，他原本在工地工作，就在工地受了伤，失业了2年多没有收入，但他不能倒，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身心障碍的儿子要养。各位，一个受了伤失业2年，还要独立照顾身障儿子的63岁爸爸，诈骗集团就是看准了这种人，走投无路，急需用钱，又没有专业技能。他们对他说：“来帮我们跑腿收钱，日薪很好。”他就去了。后来他的儿子知道了，那个他拼了命要养身心障碍的儿子打电话给他，在电话里面苦苦哀求：“爸，你不要当车手，你快回家，赶快回家。”各位，你猜怎么着？这个老爸把儿子的电话挂掉，他觉得我赚这个钱你不知道，你不懂。挂掉电话之后几分钟，他就被警察抓走了。承办的检察官看到他的处境，直接讲说很遗憾，但是虽然他的遭遇很不幸，他终究是站在犯罪的那一边，还是依加重诈欺罪起诉。各位，你要搞清楚，我没有要替车手脱罪啊，而是台湾的犯罪集团、诈骗集团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他已经走到世界各国都没有走到的那一步。他不但诈骗银发族，他直接把银发族吸收变成他们的车手。这个车手犯法了，要负法律责任，这没有问题。我讲这个故事是要各位看见第二只手的真面目。这个真面目有多恐怖？他不计代价，就是要把你送进他的手上，而且你被抓，他一点也不痛，为什么？
你本来就不是他的团伙。诈骗集团这第二只手，他专门挑什么人下手？他挑走投无路的人，他挑那个失业的爸爸，他挑那个拄拐杖的阿嬷，那个87岁还在烦恼钱的老翁。他把这些社会已经放弃的人捡起来，塞进产业链最底层、最危险、最容易被抓的位置，车手，然后上面那些金主、机房、水房躲在安全的地方数钞票。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同一个长辈被收割了2次，有些长辈先被吸血，先被退休金掏空，走投无路，第二只手过来，哎呀，我推荐你啊，我教你一个方法，没钱呢，帮我跑腿嘛。于是受害者就变成了加害者。这只手比第一只手更黑暗，因为第一只手只拿你的钱，第二只手要拿走你的清白，才让你去坐牢啊！顺带一提啊，各位，那个你也要小心了。如果你遇到什么债务整合，什么同时借你钱，你也不要放心。我有遇过有案子，是吗？2个月哦，各种打广告，把债务整合的这个 link 打到 Google 广告的第1名，然后骗你2个月之后，整家公司 link 什么东西全部都取消。我个人估计啊，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的时候，反正有很多人在股市会断头，这些诈骗的债务整合又会再出来，你自己小心。嘉明利身心障碍有可能是不良于行呐，是怎么样？我不良于行，所以我不知道谁是诈骗集团吗？你是不是对身心障碍有什么误解？重点是障碍，不一定是心，也不一定是身。来，我们上一段啊已经讲到了这个诈骗集团找老人来下手，但我们要回答一个更深的问题啊，这个东西也是小弟我在北监进修的时候学到。干，你看妈，3人行必有我师啊！整个北监不知道有多少导师可以教我事情，而你们不知道，而外面很多人也不知道。什么呢？小弟在北监亲耳听过一套说法，这套说法在很多北监年轻的受刑人之间流传。流传什么东西？因为他们进来，他们是底下车手，上层的那些高层的机房啦、水房啦、大头啦，只有被抓过一个青浦养猪案的兰迪，因为他害死太多人，所以检调被迫认真，一定要抓他，把他整串人抓进来了。除此之外，从来都没有，一个都抓不到，一个都抓不到。什么叫朱大是我在台湾北监唯一人脉？不是啊，你可以去问那个蔡正元博士啊，蔡正元博士还在里面啊。来等等，不要讲太歪了。你知道他们怎么洗脑那些年轻人？那年轻人进来怎么跟其他的年轻人洗脑？大意是这样子：老人手上抓了一堆房子、一堆退休金，把我们年轻人的未来都抢走。所以我们骗他们的钱不是犯罪，我们是劫富济贫、替天行道、世代正义啊！蓝道啦，蓝道对，不是蓝迪啊，不好意思，出来久了，有时候忘记啊。各位，你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可能会觉得荒谬，但我告诉你，这套说法是有市场的。很多年轻的车手本来就没有良知，听到这个他还觉得他在做好事，他还觉得他在做好事嘞。这套说法媒体上你查不到，因为它是在北监里面流传，在南监流传，在中监流传，在花监流传，在桃监流传，但它不是新东西啊。它在犯罪学里面有一套理论叫做综合技术。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综合技术，这个概念很重要。你没学犯罪学，你不知道这个东西，你听懂了就可以看穿很多事情。综合技术英文叫做 techniques of mutualization，
综合很多事情的一个技巧，是在西元1957年呢，两个美国的犯罪学家，一个叫 Sykes， 一个叫做 Mata， 在一篇论文里面写出来的。他们研究犯罪的时候，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什么意思呢？有趣的事实是，大部分的犯罪者其实心里面知道自己在做坏事，他们也有良心，也会良心不安。那他们怎么有办法继续犯罪呢？他们会发明一套说辞讲给自己听，把自己的罪恶感中和掉。就像你胃酸过多，吃一颗胃药中和一下，你就不痛了吗？中和技术 （techniques of neutralization） 就是犯罪者的良心胃药。Sykes 跟 Mata 归纳出5种综合技术。今天银发族诈骗这个主题呢，刚好用得到其中最毒的2种。第一种方法叫什么？否认被害者。意思是说，犯罪者说服自己啊，那个被我害的人他活该，他根本不算被害者。他到诈骗来就是那些老人是既得利益者啊，他们抢走了我们年轻人的未来，他们是坏人，我骗他们是刚好而已。你看，他把一个被掏空棺材本的可怜长辈在脑子里重新包装成一个该死的既得利益者，他骗起来就没有罪恶感。第二种叫做诉诸更高原则，意思是犯罪者说服自己，我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我自己贪心，我是为了一个更崇高的目标。套到诈骗来，就是我这不是诈骗，我在做财富重分配，我在实现世代正义，我是劫富济贫的现代罗宾汉。你看，他把一个单纯的谋财害命直接包装成正义的革命啊！你知道吗？这2套话术之所以在台湾有杀伤力，是因为它踩在一块真的有问题的土壤上面。我讲的公道话，你听了就知道。我从以前就常常提这件事情。台湾年轻人过得苦不苦？其实真的很苦，只是不愿意告诉你，党不敢面对这个真相。台湾30岁以下年轻人啊，经常性薪资的中位数大概是31500多块，而台北市的房价所得比是多少？34.3倍。意思说，一个台北的年轻人，如果他什么都不吃不喝，要买台北的房子，要存34年的薪水，才买得起一间房子哦。34年哦，这个数字跟上海并列全世界第一。所以年轻世代对于资源分配不公的那种焦虑、那种愤怒是真实的、有道理的。但是各位，这就是诈骗集团最狡猾、最恶毒的地方。诈骗集团的高层他们非常精明，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年轻人这种真实的不满跟痛苦，然后把它恶意的扭曲加工，变成一帖洗脑基层车手的精神鸦片。也就是你不但做坏事，而且你觉得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各位听清楚这个逻辑的偷换了吗？年轻人买不起房是真的，年金可能会破产，这是真的。高房价、低薪是结构性的不公，这也是真的。但是你如果把这些怒气发泄到去骗另一个同样是弱势的、辛苦一辈子的长辈身上，这就完全是2回事了。你阿嬷的退休金不是高房价的元凶，那个被骗走3000万的新北阿嬷，她没有抢走任何年轻人的未来。诈骗集团做的事情是把年轻人对体制的怒火引导去烧另一群受害人，真正造成高房价、低薪的那些结构性力量毫发无伤，而2群最弱势的人弱肉相残呐。穷困的年轻人跟孤独的老人被凑在一起，一个当刀，一个当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而诈骗集团的金主坐在上面数钱，看着这场他亲手点燃的世代战争。这就是诈骗集团世代正义论的真相，它不是正义，它是精神鸦片。
他让走投无路的年轻人去骗长辈的时候，不会良心不安。它是综合技术 （techniques of neutralization），是犯罪者给自己吃的良心喂药。而现在各位记得上一章吗？连长辈自己都被吸收当车手了，所以这一点鸦片呢，现在不只为年轻人，也开始为老年人。诈骗集团对年轻人说世代正义，对走投无路的老人说轻松打工，话术不一样，本质一模一样，利用你的弱势把它变成工具。哎呀呀！来，我们来念一下刚刚的斗内。来 ，Sylvia 呛说到了，快调龙九说，请支持多部 VA 切换器，当然录法老猪平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为老猪祝福打气，谢谢。嘎嘎咪咪口说，之前老妈被保险员带去银行要领20万买寿险，结果行员把经理找出来，打死不让他领钱，觉得他是被诈骗，保险员气愤的铩羽而归，不知道那些被诈骗百万千万的是怎么弄的。自然有办法，而且你不要说我瞎唬烂哦，有些银行是有内鬼，所以正常要做的 KYC 他通通不做，你只要带去指定银行，找到指定的负责人，就可以达成你的目标啊。林莱恩谢你的斗内，陈义修说动画礼物和超级留言都一样被 YT 抽成很多吧？对，抽3成。所以你赶快还是买我带货的东西啊！就这样，你至少会有一个实质的东西。你要么吃烤玉米，要么吃芒果，你可以有东西吃，那也帮助到农民，也帮助到农会。那对我来讲，我觉得也不错，好不好？那支持买产品，支持猪辣最好，猪辣推荐多少次？哎，我坦白讲，人家可能讲假的，但我基本上都要自己吃过。你吃那些水果。那些酸菜白肉锅，我今天才吃了哈尔滨水饺的酸菜白肉锅啊，干超好吃！那是少数酸菜白肉锅我会想要喝汤的嘞，因为有那么多的猪五花，煮着煮着之后，那个汤就很解腻，干真的赞。可是现在夏天可能这个大家觉得哦好热哦，不要吃酸菜白肉锅，干这真好吃。人格跟你保证，我今天把那肉吃完了，导致我大儿子回家可能没有肉吃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各位记得买那个火锅，赞。嘎嘎咪咪口说认识的感情诈骗都劝不听的，再怎么告诉他们根本不可能，只有阿拉伯王子或者美国海军将领，对方都打死不听，都只好算了，人各有命。阿姨，我不想努力，也不也是一样的道理。魏渊说，依托米子走入伽马点商店，不全走组织线，与题材，节目题材内员工也连上，我还可以跟你讲毒品运输的精彩故事。TLTW 说，美国银法诈骗这么严重，难怪会有 Beekeeper。朱大息怒，法国去年全年芒果进口量57万吨，所以今年台湾芒果好棒棒啊。Violence 说，没被诈骗是还没有遇到适合你的剧本，这个说的没错，要时时小心。连我都有遇过靠背嘞干，所以我超讨厌直销的。他妈，我以前搞那个开放式课程的时候，全部自己贴钱，我贴了上千万啊。然后最后募不到款了，我想这个计划难道要结束了吗？就有这种人趁这时候跟你讲说，哦，那你应该要做我们的直销，拎阿公嘞。我的确赚到钱，但我恨你趁虚而入。不然你觉得我做直销会赚的少吗？算了，不要多提。乙一说到，谢谢你的抖内，希望你睡觉睡得好。User PP9ST， 你的昵称到底有没有改过？支持学仁兄。另外一个说，我听懂了，不是走私是超买。子祥说，身为斩杀线前线人员的我，朱大分析的仔细，影片可以分享给家里长辈观看，能救一位是一位。你就跟他讲说，妈，我告诉你有一个好玩的东西，你可以看一看嘛，也不要说要救他啦。OWTS 999说，题目有趣加一，救一个是一个。好哦，顺带一提，我们今天的目标也快达成了。如果今天达到目标的话，我们就会做一集专题，介绍美中现在的 AI 大战到什么地步了。我这几天还想试试看
如果翻墙到美国去，我可不可以用 Fable？因为现在除了美国以外的 Anthropic 的那个Cloud 都不能用 Fable 5。我一直想要试试看翻墙有没有用，让各位了解真正的世界竞争是什么样子。不要在台湾小鼻子小眼睛在那边打来打去，什么台北淹水。这个 Chris Wang 说愿闻其详，好，下礼拜或下个礼拜就做出来。啤酒说，请问朱大18号出货的蜂蜜还没收到，要上哪里查询？请各位到，干这早就该寄到了嘞。你看看是不是在邮局招领？你去你的那个订货的账号的后台问说，我这一单到底寄出去了没有？18号我就寄出去了，7天怎么样？寄去乌克兰绕一圈应该也都收到，好不好？来，我们前面已经看了那么多，我们看了吸血，看了吸收，现在我回答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是银发族？为什么诈骗产业这双手偏偏对准你的爸妈？答案很残酷，答案很残酷。TLTW 说翻墙没用哦，shit，我跟你讲，那不然想办法，我弄一个在美国境内的 server， 我从台湾跳去总可以的。说好，谢谢各位，已经达成目标了。我们接下来可以谈 AI 测试了。来，但这个有网友上左下右2A1B 说，你等等，有没有人接过那种自称政府委外的联营单位邀约与会那种电话？我跟你讲，这个还算正常，这他妈是婚友社啦。但是他有没有受到政府邀约，这个倒是不用讲。但是你与会呢，会不会见到人，这个也不一定。来 ，user 说，我一个朋友就爱情投资全部都中奖，大家苦劝他也没用。最近一次是冒充女朋友叫他投资比特币，怎么听都是有问题，还回来帮我借钱。最后问他爱情结果如何了，都不肯回答我。这种简单，我一律建议你去越南小吃店。那越南的妹子可是勤勤恳恳赚钱呐、你要爱上她是你的问题，但是你至少有签到小手收。不会钱投下去的屁也没看到，搞不好是个抠脚大汉在骗。刚刚明明口说还好，我都直接把爸妈的账本跟 ATM 卡握在手上，不让他们碰钱。那你要记得每个月要发零用钱给他们。小美林一说朱大加油，还有说刚刚全家的店跳电了一下。对啊，李依林讲说大陆透过限制大额汇款来抑制电诈。但这让正常的汇款也变得很不方便，老年人被骗大量购物。哦，对，以保健品跟治疗仪器为主，最后账务空空，满屋都是工业垃圾。但是我跟你讲，台湾还没走到这一步，因为台湾的汇款管制不严格，所以与其他还要去打包，还要寄东西，他妈不如直接骗钱，不如直接骗钱。什么 Winston Ruby 说直接请美国朋友共享桌面就好。哎呦，不要讲那么复杂，那电脑还一直开着不是啦 ，VGA 我强烈建议你就叫他去嘛越南小吃店就好了。你去越南小吃店，人家还陪你喝酒切，Mr. 阿卡塞子说，而且越南妹子很认真，而且大胆的，这都是我朋友跟我说的。对，我们要相信他，他有很多朋友会跟他这样讲。哎，不对，不是林嘉欣呐、你越南行不要找林嘉欣，你要找一级嘴炮技术室，好不好？然后另北好友是泰国吧？干等等的，我们不要在这边再爆人家料啊。那个，我们前面看了吸血，看了吸收啊，来，答案很残酷，因为在诈骗产业的眼里面，银发族同时具备了完美猎物跟完美工具的特质，而且是同一组特质的两面。你看，
你只要找一个马姓民众，一个失智的马姓民众，是不是可以连上好几天头条？是不是可以动摇国本？他妈当然划算了。我是诈骗集团的首脑，我当然他妈找马姓失智民众啊。我们先看完美猎物的那一面。第一个，老人家有钱，他们一辈子的退休金、老本、房子都在他们手上，年轻人口袋空空，你跟他看嘛？长辈才是肥羊。移动的小乌鸦送的这个蛋糕奖杯，我第一次看到啊。对，不是阿呀从良，阿呀要去林嘉欣最近要动手术，我刚还传讯跟他讲说，干你动手术了没？你会不会死掉了？等一下，我给各位看。说他没回我，啊干不行，他有别八卦。我传了，你手术到底动完了没？会不会死掉啦？不知道，没理我。好，来第二个，他们孤独。这一点我要特别讲，各位知道，根据卫福部跟内政部的统计，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独居的比例大概是2成3，每4个长辈就1个人是自己一个人住的。一个孤独的长辈，他内心对有人关心这件事情极度渴望。诈骗集团那个假装是联合国军官的张伟给的就是这个。第三，他们有资讯落差，这一点现在变得超级严重。对，林嘉欣是去割包皮，不对，他是刚好跟你相反，他用包皮把他的耳朵补起来。但至于细节呢，我就不讲了。他最近听不太到我说话，所以还是不要跟他讲。好，来，这些老人有资讯落差啦，这一点现在变得超级严重。我给各位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很关键。根据卫福部的老人状况调查，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使用网络的比例，5年之内从26.5%暴增到50.36%，翻了快1倍啊！每天上网的长者从不到2成变成4成3。各位思考一下这个数字的意义啊！我们的长辈在短短5年之内被推进了网络世界，但他们是突然进来的。他们没有像年轻人那样从小在网络里面泡大，被各种诈骗洗礼过，练出一身防诈骗的直觉。他们是70岁才拿到智慧型手机，然后直接面对全世界最精密的诈骗产业。这就像把一个从来没学过游泳人直接丢进太平洋中央。他们在数位世界里面是没有抗体的。是没有抗体的，有钱、孤独，没有数位抗体，不相信亲人，有一个姓金的好朋友，你听听看，这就是完美的受害人呐、啊！什么路边的狗都想要去骗这一个马姓民众，好不好？来，我们来看看中正大学犯罪防治学系的2位教授怎么分析呀、赖永廉教授指出啊，诈骗集团现在用的是一种派遣模式，上游的金主、机房、水房躲在后面，把取款这种最危险的工作外包出去，专门去找年轻人、高龄者或其他急着找工作的人。为什么要这样？为了强化共犯结构的断点，增加警察溯源的难度。车手被抓了，警察也查不出上面是谁。因为他根本不认识金主，车手就是用完即丢的免洗筷。那为什么特别爱找长辈？赖教授讲得很白，他说：第一个，长辈对指令不容易质疑，你叫一个年轻人去陌生地方收一包来路不明的钱，他可能会怀疑啊，会问东问西，长辈比较不会，你给他一套说辞，他就乖乖去了，好控制。第二，长辈外表更无害，一个拄拐杖的阿嬷去超商收包裹，店员会怀疑他是诈骗车手吗？不会，只会觉得那个阿嬷在帮忙跑腿，好认真啊。第三，长辈容易获得宽裕，
被抓了，法官看到了一个七老八十的老人家，心软，刑度就可能就轻一点。赖教授还引用了马斯洛的需求阶级理论。各位知道马斯洛那个金字塔最底层是生理需求，吃饭活下去，往上是安全，是爱，是尊严，最顶端是自我实现。赖教授说，哎呀，这些高龄车手很多是连金字塔最底层的生理需求都满足不了的人呐、他们不是贪心，他们是为了活下去，为了下一顿饭才去触法。另外一位郑瑞龙教授点出一个更大的结构问题，叫 K 型经济。什么叫 K 型经济？就是经济发展像一个英文字母 K 一样，一撇往上，一撇往下，少数人越来越富，多数人越来越穷，中间断掉。而那些体力衰退、被劳动市场淘汰的中高龄者，就是被甩在 K 的那一撇往下的人。他们找不到正当工作，诈骗集团的求职广告就成了他们最后的浮木。在听直播的各位，你看到这个闭环了吗？社会把长辈推进网络，产生了资讯落差，又不给他们工作 ，K 型经济，子女又不在身边，孤独，于是诈骗产业这双手就接住了他们，有钱的吸血的，没钱的吸收。有钱的当猎物，没钱当工具，一个都不浪费。看他们可不挑食啊！不是因为你的长辈笨啊，是因为整个社会的结构把他们变成在这个体制里面最理想的猎物跟工具。来，你看我们现在背后的数据很简单呐、这些长辈65岁以上的上网率，在2017年是26.52%，到2022年变成50.36%啊。一下子加了20%几，而每天上网的长者在5年里面增加了23.7个百分点，70岁才拿到手机的老人家直接对上了台湾的全球最强诈骗产业。来，坏掉龙九分享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也许我们大家都可以从里面学习。学习什么呢？他说认识了一个爱跑小吃部的工人，娶了越南老婆，从此不敢再去，因为一进店里面，每个妹子都会叫他姐夫，碰也不是，不碰也不是，而且回家老婆都知道他去过几间店，哪几个妹妹坐他的台。后来呢，这个工人就自己开小吃部啦。报告完毕。我口中长辈是几岁以上？那60岁吧，60岁吧。但其实我们这个年纪对很多年轻人来讲都是长辈。我前一阵遇到，我终于已经遇到在社会上走跳的人，是当年听过我演讲的高中生呢。看了不起，所有人都会老。来，好，这边还有一个更妙的数字，看这个标题讲的很妙，叫没人保护你妈。我们把视野拉到全世界，什么意思呢？各位，你知道全世界现在的趋势是什么？你可能不知道啊。但我们现在全世界的趋势很特别。2025年12月10号，澳洲做了一件全世界瞩目的事情啊！等等，我要感谢一下 TikTok 抖内的网友，火烧老二小。对了，我送礼又被停权了。心存善念、尽力而为的阿贝，还有 Kate。那至于为什么停权呢？他每次都会随便给个理由，说什么抄袭啊，或者是重置性的内容之类的，管他。来，2025年12月10号呢，澳洲做了一件全世界瞩目的事情，它正式立法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社群媒体。Facebook、Instagram、TikTok、X、YouTube、Snapchat 10个平台，16岁以下不准用。
平台如果没有采取合理措施去验证年龄，最高罚多少？4950万澳币呀！开不开心？而且不止澳洲，法国也要立法管15岁以下，意大利管14岁以下，挪威打算把年龄提高到15岁。欧盟议会在2025年11月也通过决议，建议全欧盟定在16岁。全世界的政府在2025年这一年集体动起来，要保护青少年。不要被社群媒体的成瘾机制给伤害。各位，这个出发点非常好，我反正已经过了那个年龄了，所以我完全支持。而且我们的观众呢，也很少这个年龄层的人，没差。但社群媒体那种让人一直滑停不下来的成瘾设计，确实会伤害正在发育的青少年的。保护未成年人天经地义，但我赌台湾不敢。但是我问一个问题：全世界这么多国家花了这么大力气立法保护青少年不要被成瘾设计伤害，那么请问有哪一个国家立法保护银发族不要被成瘾设计伤害呢？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我们前面讲了一整期啊，银发族被诈骗、被成瘾设计收割，甚至被吸收当车手，规模大到一个产业，快要追上国防预算了。结果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为了保护长辈去立一个法，为什么？背后有4个非常冷酷的原因，我一个一个讲给你听。这4个原因不是什么研究报告告诉我的，这是用常识就能推导出来，你听完就懂。第一个原因叫法律主体，青少年在法律上是未成年人。那个芬里尔啊，说大陆都实名制打网游了，那你显然是网络混得不够多。你知不知道有很多60岁阿嬷在打那个传说？为什么？因为他孙子求阿嬷给他手机可以玩传说，阿嬷就说好啊，乖孙，没问题。所以你也不要说什么实名制也没用。来，青少年在法律上是未成年人，需要被保护。他的父母可以代替他主张权利，可以告平台。但银发族呢？他是一个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法律上，一个70岁神志清楚的成年人，他有权利决定自己怎么花钱，怎么用网络，保护一个自主成年人不要被成瘾设计伤害。这个概念在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法律里面根本不存在。除非他被诊断出得了失智症，否则法律假设他能照顾自己。干这个例子是吗 ？AI 写的哦，我没有提哦，我没有告诉他说你要拿失智症来做例子，没有。但他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在这个时候举了这个例子。阿嬷打传说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喽，手机是阿嬷的啊。好，第二个原因是选举政治。这个原因最现实，各位想想看，澳洲总理为什么敢禁16岁以下用社群？因为16岁不能投票，禁青少年没有任何选票成本。那你猜有哪个政治人物敢提案禁止65岁以上的老人用社群媒体？他敢吗？他不敢。为什么？因为65岁以上投票率最高、人数最多的一个族群，动老人的网络等于政治自杀呀。所以政府只敢挑软柿子吃，专挑没有投票权的青少年下手，对有选票的长辈装睡装死。第3个原因，商业诱因。矽谷那些公司呢 ，Meta、TikTok、Google， 他们广告变现的核心客群是18到49岁这群高消费能力的人。老人在广告变现上是边缘族群，广告效益比较低，所以矽谷对保护老人这件事没有任何商业诱因。反过来，老人对这些平台来讲是一块长尾市场，用最低的设计成本榨取最高的成瘾粘着度。他们没道理保护一块正在替他们赚钱的肉。
所以嘞，第4个原因叫做父权逻辑的残留。我们这个社会还是习惯把保护这个义务留给弱者，小孩、孕妇、长辈呢？我们下一次觉得他是长辈啊，他是大人，应该可以照顾自己。这种观念严重低估了现代成瘾设计跟诈骗话术的精密程度。各位，现在的诈骗集团呢，背后是心理学，是大数据，是 AI。你叫一个70岁5年以前才第一次摸智慧型手机的长辈去对抗这整套东西，然后跟他说你是大人，你自己小心，这公平吗？在听直播的各位，把这4个原因加起来，你就看懂了一个血淋淋的真相：保护青少年免于成瘾，是一场政府跟矽谷一起演的戏。因为青少年没选票，又不是金主的核心客群，拿来立法作秀刚刚好。所以保护老年人免于成瘾是一出没有人要演的戏，因为矽谷在偷偷靠老人赚钱，而政府对有选票的老人假装没看见。你的爸妈、你家的长辈就站在这2出戏的中间，没有人保护。哎，这真的讲得很悲哀啦。那但是不止悲哀呀。我们前面讲都是结构，这一个段落呢，我要讲的是你更熟悉的、更贴近你家客厅的东西：失智、孤独，还有那个你每天都在用、你爸妈也在用的 LINE 家族群组，3样东西是诈骗这双手最好下手的入口。先讲失智这个议题呢，我们事务所之前做过好几集失智件的专辑啊，各位可以回去看一看。如果有认识一位马姓失智民众的话，你也可以请他来看。至于他的金姓好朋友呢，就不用了。人家如果有良知的话，你还需要跟他谈吗？来，我们今天只讲他跟诈骗的交集，因为这个交集太致命。各位要理解，失智不是一夕之间啪的一下就不认得人了，它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中间有很长的一个阶段，长辈是看起来还正常，他会煮饭，他会陪你聊天，他大部分的事情都还记得，但是他大脑里面那个负责判断风险、负责踩刹车的功能已经悄悄的退化了。各位想想看，这有多可怕！一个外表正常，但是判断力已经退化的长辈，他手上还握有一辈子的退休金，还能自己去银行自己操作网银，在法律上他还没被诊断为失智，所以他是个完全行为能力人，他的决定别人不能干涉。这种长辈在诈骗集团眼里是什么？是门户大开的金库。那个被骗800多万投资灵骨塔的台北张姓妇人，就是已经有了失智症了。失智让一个人的信任边界彻底崩坏，他不再有能力分辨谁是真心，谁是话术。没办法。还有你各位，如果有长辈一直刷脸书或者刷 YT 的话，可以推荐他我的直播呀。一看就看2个小时，没有时间再去刷秀词了，好不好？来，第2个关键呢是孤独。这个我们前面讲过，这边只补一刀而已。孤独为什么是入口？因为孤独会让人想要相信。各位，一个每天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视、1星期讲不到几句话的长辈，当有一个声音，不管是电话那头的假检警，还是网络上的假情人，愿意每天跟他讲话、关心他，他内心其实是想要相信这个人的，不是他笨，是他需要那个温暖的。孤独会降低一个人的戒心，不是因为脑子坏了，是因为心太饿了。
嗨，第三个入口我要重点讲，因为这个你我都脱不了关系啊。赖的家族群组，在各位听直播的各位啊，你是不是有一个赖群组叫什么相亲相爱一家人？我们这一家什么大一家老小什么，里面有你爸妈，有你叔叔阿姨，有一堆长辈。然后这个群组里面每天早上会跳出什么一张莲花图配早安，祝你健康；一则这个千万不能吃会致癌；一则某某政治人物又怎样怎样的，快转发！我跟你讲，我已经很厉害了，我每一个早安图我都回，因为我的赖是不容许有什么未读没有处理的。支付宝到1元，干这手怎么？到账元。妈，谁又用1块钱洗我支付宝？来，你知道这个家族群组就是台湾假讯息传播的中央车站啊。但我跟你讲，我觉得妈一些文青媒体报道的都觉得这个很重要。他妈的假讯息又怎么样？这些老人是会怎么样站起来推翻政府吗？那是因为你们左派觉得了不起，我根本就觉得没怎么样。假讯息听一听就算了，老人家听了又怎么样？他妈被诈骗才严重，好不好？真是的，我觉得这些左派媒体跟你讲说什么家人群组乱传假讯息，操妈那种不敢骂政府，直接制造假讯息，你不敢，因为你拿标案，好不好？你拿标案，你不要拿这个东西来糊弄我。我不认为家庭群组传个讯息有那么严重。那你要不要去看妈选举群组？我跟你讲，有很多绿营的高知识分子到现在就真心相信沈伯洋了不起，天才在世啊，简直是妈救世王、救世主哎！看你怎么不敢报道这个东西呢？你不敢啊，因为会得罪当局嘛。好了，我知道，我还是要，我跟你讲，我还是会跟各位做平衡报道。根据卓越新闻奖基金会的调查，台湾65岁以上的长辈知道有民间事实查核机构这种东西的，只有6%，比其他年龄层低。也就是说，当长辈收到一则可疑讯息，他根本不知道可以去哪里查证，他的世界里面没有查证这个选项。但我要说的是，那剩下的34%的长辈，你并没有错过什么，因为台湾的事实查核中心很多也是拿政府标案的，他也不敢去打假，什么为什么党在大选之前把中共飞过你天空的一个探空火箭说成飞弹来袭呢？他敢不敢去认真的说真话？他不敢啊，好不好？是。所以你没有错过太多东西啊，老人家不用担心啊。台湾的事实查核中心没几个像样，因为他们拿政府的钱，不拿政府的钱呢，也担心被政府追查。别说了，再说都是泪。所以各位还是要小心，记得要想办法，不要那么容易被人家诈骗，好吧？来，这边我们讲了，就是一个尴尬的状况啊。怪谁呢？怪我们自己的。在听直播的各位，前面7章我们骂了诈骗集团，骂了矽谷，骂了中税的政府，这些都该骂。但这一章我们要讲一个比较难开口的东西，因为这一章的主角是我们自己。我先不讲数据，我问各位几个问题，你不用回答我，你回答你自己就好了。
第一个问题啊，你上一次跟你爸妈在一起吃饭，从头到尾没有人滑手机是什么时候了？有我们小时候，大概40年前。第二个问题，你上一次跟你阿公阿嬷讲超过30分钟的话，真正聊天不是假爸呗，天气冷多穿那种聊天是什么时候？第三个问题，这个所有人都有经验。你爸妈在那个家族赖群组里面转发讯息的时候，你有没有点进去跟他说：“爸，这是假的，还是你看到？假的没看到？因为懒得吵，怕伤感情。”觉得算。各位，为什么我要问这3个问题啦？因为我们花了一整集在找谁该为长辈被诈骗负责。诈骗集团当然是元凶，这个不用讲。但有一个我们一直不敢碰的真相，我今天要把它讲出来。诈骗集团那个假装是联合国军官的张伟，为什么能跟那个阿嬷谈4年的恋爱，骗走3000万？因为那4年里面，每天早安、午安、晚安关心他的是张伟，不是他的儿女。那个孤独的长辈为什么会对一个陌生电话掏心掏肺？因为他已经太久没有人愿意听他讲话了。各位，这就是今天整集最伤人的结论。我在开场就跟各位预告过，你的长辈会落进诈骗这双手，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他笨，是因为他身边那个本来应该陪他的人不在。诈骗集团其实卖的不是投资，不是爱情，它卖的是陪伴。它精准的填补了一个位置，一个本来应该是子女，但子女缺席了的位置。诈骗集团是这个社会里面最有耐心、最愿意每天跟你长辈讲话的人。多讽刺啊！一个要骗他钱的人，比真正爱他的人更愿意花时间陪他。而且前面那一段，我觉得各位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反省一下。很多长辈中那个投资陷阱，是因为想要多留一点钱给他们的下一代，不是因为他们贪，而是因为他们想要留钱给你我。你能怪他们吗？他们是爱你的，他们为了爱你才会中这个陷阱。我讲一个很残酷的对比啊，我们这一代人把长辈的陪伴这件事情外包了，外包给了谁？外包给了那只手机、那个演算法、那个赖群组。我们觉得我帮我爸买了最新的手机，我帮我妈办了吃到饱，他们在家有的滑有的看，不无聊了。但是各位，你给他一只手机，不等于给他陪伴，你只是把他交给了演算法，而演算法后面坐着的是诈骗集团。所以，当我们问为什么台湾的长辈这么容易被诈骗的时候，答案有一部分藏在我们自己家的餐桌上，藏在那一顿每个人都低头滑手机、没有人说话的晚餐里，藏在那一句你明明看到爸妈转发假讯息，却懒得纠正的算了。所以，各位，我不是要让你们有罪恶感，我是要各位看清楚一件事情。银发族被诈骗这件事情，到最后最强的防线，不是165，不是任何 App， 不是任何法律，最强的防线是你我，是你我愿意在你爸妈身边多坐5分钟，是你我愿意接起那通他打来问你这个可以信吗的电话，是你让他知道，当他遇到拿不准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个比张伟更值得信任的人可以问。当诈骗集团填补了那个陪伴的位置，有你站着的时候，那双手就抓不到他了。唉，我知道有种种困难，我知道有种种无奈，我都知道。但不要之后后悔。
好了，各位在听直播的各位啊，我们今天这一集呢，走了很长一段路。我告诉你，我知道今天这一集的流量不会太好，为什么？因为愿意听这种东西又跟老人有关的，银发族自己都不多啦。我怎么可能有很高的流量呢？可是我觉得这个要做啦，这个是一个社会责任。我们今天走了很长一段路啊，从9900亿的产业走到一个拄拐杖去报案去被传讯的阿嬷，从1957年的犯罪学理论走到一个挂掉儿子电话的爸爸，最后是要回到我们自己家的餐桌的。现在我们把今天的东西整理起来，给各位3道防线，还有一个结论。这3道防线不是空话，是你今晚回家就能开始做。第一道防线叫陪伴，这是最重要的，也最难的一道防线。我上一个段落讲了，诈骗集团卖的是陪伴，所以对抗它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把那个位置抢回来了。具体怎么做，不是叫你辞职回家顾爸妈，没那么夸张，是很小的事。每天一通电话，不是问吃饱了没，是真的聊2句，他今天遇到什么。回家吃饭的时候，把手机放下。最关键的一件事，你要让你爸妈清楚的知道，爸妈以后不管是投资中奖，哪个检察官打电话来，是网上认识的朋友要你汇钱，先别做决定，先打给我。你要成为他遇到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想问的人，因为诈骗集团最怕的就是受害者在掏钱之前，先去问另外一个信任的人，你就是那个人。第2道防线叫金融刹车，这是技术性的，很有用。刚刚我们有位网友就这样子啊，各位回去可以帮长辈做几件事情，跟银行设定单日提领上限、转账上限，让他没有办法一次把大钱转出去。这等于给诈骗装了一个刹车。如果长辈资产比较多，可以考虑安养信托，把钱交给银行信托管理，要动用需要经过设定的程序，诈骗集团就没那么容易得手。还有留意长辈的异常行为，突然要解约保单，突然频繁跑银行，突然问你怎么操作网银转账，变得神神秘秘，这都是警讯。第3道防线叫做资讯接种，什么意思？就像打疫苗一样，你要主动帮长辈的资讯免疫系统打底，把165这3个数字呢写大大的贴在他电话旁边，告诉他任何可疑的电话简讯拨165就对啦，24小时免费，在他手机里帮他装好查证工具，像这个那个啊等等啊，这个不用多讲了，反正你上网查就知道了。教他一句最简单的口诀，只要对方要你转账汇款，给验证码，下载 App， 不管他是谁，先挂电话打给我或打给165。记住，不是要长辈变成防诈专家，是给他一个最简单的反射动作。遇到钱的事情，先停，先问。所以各位，简单3个结论哦。第一个，金融刹车、资讯接种、陪伴，你今晚就能开始，好不好？但是爸妈不见得高兴啊，我必须要讲，这个很无奈。来，今天的结论我们收2个方向。第一个，本台常挂在嘴边的真相总是伤人。今天最伤人的真相是什么？是这个社会把保护长辈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矽谷靠长辈赚钱，社会政府呢对有选票的长辈装税，法律假设一个70岁成年人能照顾自己，然后我们这些当子女的把陪伴外包给了手机，一层一层推卸下，最后你的爸妈站在那双张开的手前面，身边一个人都没有。诈骗集团能收割他2次啊，先吸血再吸收，不是因为诈骗集团有多强，而是因为呢，
我们把他一个人留在那里，这个真相很伤人。但你必须要知道，因为你知道了才会行动。谢谢李小新的抖内。来，第二个等价交换，各位，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保护长辈也是一样。你想一下，你想要你爸妈安全，不被诈骗集团给抱住，是有代价的。代价是什么？你的时间，你每天那一通真正去聊2句电话，是你回家吃饭时放下那只手机，是你接起他问这可以信吗？是那份耐心。但我们这些晚辈，很多时候对长辈就是天生没有耐心，干人家小时候养我们、育我们，结果现在我们这种没有耐心，这样到底是怎么搞的？我也觉得不对。你不付这个代价，就会有别人来付。那个假装是联合国军官的张伟，很乐意来付，因为他可以骗到几千万。陪伴这件事情你不做，诈骗集团会帮你做，这就是等价交换，残酷但真实。在听直播的各位啊，我们今天没有要跟你讲什么空话，什么天佑台湾的长辈，我们要爱他们什么东西。我只跟你讲一件具体的事情。今天直播结束之后，打一通电话给你爸妈，不要问吃饱了没，问问他今天过得怎么样，听他讲5分钟，然后告诉他一句话：爸妈，以后有任何关于钱的事情，你先别做决定，先打给我，我随时都在。当你爸妈心里面有一个比诈骗集团更值得信任、随时找到的人，而那个人是你的时候，诈骗集团就没有办法再渗透进来的。这是我们今天唯一能做，也是唯一真正有用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一直在想豆包能不能够帮上忙，但是再看看。来，今天我们又把我们的这个狗皮膏药贴出来的啊，有微信，有支付宝，有这个 PayPal， 然后有绿界，各种各样的抖内，请各位看一看。李小新说朱大这一集讲的真精辟，发人深省。TW 说都给陪伴2个字，谢谢朱大。我知道本台其实有很多网友家里都有那个长辈都需要照顾，有很多还失智或失能的。但我说各位辛苦了，但我们就是回报吧，对不对？人家养我们，我们就是该回报。黄博元说谢谢朱大，李小新谢谢。丁丁丁说诈骗始终来自于人性的弱点。小美01说朱大加油。我当然知道，谁家没有长辈？你要自己控制自己的时间跟自己的情绪，说再多也没用，就跟你终究会遇到一个失智的长辈是一样的。我最近还要帮我爸重装手机跟换手机，我这个有一点麻烦是吗？你知道现在 Google 的手机都要有一个 Gmail 啊，我不知道它 Gmail 是什么呀？我真心不知道而且我可能还要麻烦那个台湾大哥大的店员啊，不然我自己都2、3年才换一次手机，要重新 update 那个资讯，我自己可能都不会的，真是的。维尼2025说：“谢谢朱大愿意花时间做这一集。诈骗集团会害人，家破人亡，政府本身就是诈骗集团，只能靠自己。”哎，
我知道进设定里面会有，我都知道，但是那个东西是2、3年才用一次的，而且还要换新手机，而且还要这个那个，而且我还要停话，我各种各样啊，我知道不知道就重新注册一个，等，而且我跟你讲还没完，换了新手机之后，加付一定有很长一段时间要适应，因为连我自己都是这样子，就算你搬运了、搬移了，成功的顺利，还是用起来不顺啊。开 Play 商店，点右上头像就看得到 Gmail。好，我来试试看。不能用行动号码回拨。我知道他的号，只是他手机被摔碎、摔坏了，我们要解决。我跟你讲，你各位家里的长辈都有这个问题啊。我已经拿了一张那个授权书，因为我不可能叫我们老爸妈千里迢迢跑去店里面只为了办这个东西，那一定是我跑吧？那我跑就有各种各样的，我们那个通讯行的就是小弟弟，才看到我都叫哥，我想说，哥，什么问我儿子？我们啊，好，这个不要再多讲了啦。来，感谢各位今天的直播呢。我在最后看完有没有网友抖内之后，我们也就要啊，我看微信有人抖内，什么说谢谢你的抖内，但没有留言。这个昨天有网友问说，朱大机票基金什么时候凑齐 ？T 什么 L？可能快凑齐了，但是要等一下。我今天才去又修了我的笔记型电脑，我笔记型电脑的 WiFi 坏掉了。user 说谢谢朱大。我也知道要直接送通讯行，但是不好意思哦，现在年轻人不一定是用 Line 哦，有很多都是 Instagram，彼此传来传去哦，所以就这样子。干 Mars VIP 真狠，开家人控制，没有我的允许不准装软体。啊，有，我也知道那个俞北辰上了那个不知道哪一个国中的，我看一下哈，有什么什么语，谢谢你的支付宝的抖内，然后今天怎么那么多人抖？好，一定是什么什么税，谢谢你的抖内，这是新同学。这个什么时候明说我喜欢青鸟这辆汽车，但不喜欢青鸟？你有想过台湾好像没有青鸟这台车吗？这个什么什么明说马姓民众被金姓民众这样子玩弄，感到十分的字数到了，他没写完。什么什么许好，感到十分的，他就没写完，不能怪。来什么什么雨，谢谢网友，然后什么什么太，也谢谢你的总内。好了，这个今天就要到了投票的时候啦。各位，今天的内容，如果你觉得内容写得好，讲的也好话，请按1；如果你觉得内容这个写得好但讲的不好的话，请按2；如果你觉得内容讲的也不好，然后写的也不好的话，
请按3。那很简单呐，就是有网友如果觉得今天可以帮上忙一点，你可以传给你的兄弟姐妹或者传给你爸妈看这一集，好吧，让他们理解。这个龙龙九说，我的处理方式是请长辈用翻页式皮套把账号密码写小纸条放隔层，贴在标签贴纸上，贴皮套内页。但皮套会掉啊，皮套会坏啊。我最近还在考虑要用什么那个犀牛还是什么东西保护框，要金刚不坏，不然长辈再一摔坏掉了，真是受不了。好，也谢谢各位今年都不吃芒果，感谢您。好，记得哦，我们的芒果跟那个烤玉米这2个零食都快要到卖完了，一个是产季时间要到了，一个是基本上卖的时间我们的料也差不多卖完了，所以请各位赶快下单吧。哦 ，Shallow 下说很后悔当初设定完没有 email 到自己账号，但是我好像有10万多封信，妈干！谢谢 Winnie， 刚还有这个 user PB9ST 说谢谢朱大，好了，感谢各位，我们都尽力啊，我们为人子女都只能尽力了。黄博元说：“哈哈，芒果先抱歉了，朱大，那没关系啊，那是农民，又不是真的我种的，而且时间他们也差不多到了。老人家会一直问手机怎么用哦，那不然你要怎么办呢？你跟他讲，我从此恩断义绝，怎么可能嘛？芒果籽还能当宠物养？我们以前都是活埋它，我们才从来不养芒果籽，我们是直接干，真的假的？”退取这边的派瑞瑞说，被诈骗还是有可能会抓到的。今年年初才刚收到之前被诈骗案子的开庭通知，但我知道，可是你拿不到赔款的，因为他根本没钱赔。柚子哦，我们不一定有柚子哦，好像没有认识柚子的农民。算了，不知道再说吧，再说吧。是啦，你将来还要替你的家人记那个密码，然后你的数位银行的密码也还要再记，各种各样的记。我知道盲狗，我有看到一堆那个年轻人，不大学生吗？操场在遛盲狗。好了，就这样子了。今天很感谢各位的支持。我最后还是要说，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有一点帮助的话，记得寄给你的爸妈、你的长辈、你的兄弟姐妹，好不好？希望我们的父母可以免于诈骗之苦。好了，各位，拜拜。